就在2026年4月11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站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讲台上，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谈判破裂了。他说伊朗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明确承诺，然后他转身登上空军2号飞走了。这场全世界瞩目的和平谈判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画下了一个冰冷的句号。但各位，这不只是一场谈判的失败，这是一个讯号，一个比你想象中严重100倍的讯号。因为在这场谈判破裂的背后，是一场已经持续了6个多星期的战争，是全球石油市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是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是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到每桶120美元以上，是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的疯狂上涨。更可怕的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宣布了一个震撼全球的终极警告：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已经正式崩溃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他所说的大周期第6阶段，也就是最后的崩溃阶段。各位，我们可能正站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危险的十字路口。今天这期内容，我要带你从头到尾理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以及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要理解今天的局势，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得更远一点，回到2025年6月。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一场代号为雄狮崛起的12天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的精准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击毙了超过30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10几名核科学家，甚至攻击了德黑兰的埃文监狱，造成至少79人死亡。美国在那场战争的最后几天也直接参与了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伊朗已经有超过650人死亡，超过2000人受伤。川普把这场冲突称为12天战争，显然是在类比1967年以色列的6日战争。那场战争的后果是什么？伊朗的军事和核能力遭受了严重打击，但政权并没有崩溃。相反，伊朗的议会投票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英国、法国和德国随后启动了伊核协议的制裁恢复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因为只有4票支持而未能通过。国际制裁导致伊朗里亚尔崩盘，引发了19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26年1月，伊朗安全部队用枪支镇压了数千名抗议者，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川普以此为由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并在中东地区进行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就是在这个背景下，2026年2月的谈判开始了。双方其实都知道，这可能是避免全面战争的最后机会。那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是在认真谈判的。最初的间接会谈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由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亲自调停，后来升级为日内瓦的面对面会谈。美国派出的是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伊朗派出的是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阿曼外长甚至在美国 CBS 新闻的访谈中公开说，双方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项核协议触手可及。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但问题在于，美国要的不是妥协，是投降。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放弃铀浓缩能力，所有等级的浓缩都不行，包括民用级别的都不行。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拆除核设施，而且要允许美国投资伊朗的民用核能项目。换句话说，你把核弹头的材料交出来，顺便把核工业的控制权也交给我。有分析人士后来形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在要求对方签投降书。伊朗怎么可能答应？他们把铀浓缩视为核不扩散条约第4条赋予的主权权利，把核能力视为国家生存的底线。更何况2018年川普就已经单方面撕毁了上一份核协议，也就是那个2015年花了好几年才谈成的全面联合行动计划。当时伊朗是在遵守协议的，结果美国说撕就撕，伊朗凭什么相信美国这次会守信用？国际危机组织的伊朗项目主任瓦兹后来在一个访谈中说得很直接，美国不是在寻求谈判，美国是在寻求投降协议，而这从来就不在选项范围内。更加吊诡的是，日内瓦第3轮谈判结束的时候，阿曼外长说双方已经同意3月2日继续技术性会谈，
伊朗甚至提出了书面方案，表示愿意稀释部分 60% 的浓缩铀，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查。换句话说，伊朗其实做出了比2015年核协议更大的让步。但川普在2月27日说他对谈判进展不满意，对伊朗的谈判方式不满意。然后仅24小时后，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这个行动代号叫做史诗之怒。各位，这不是一般的空袭，这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设施、核设施、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情报总部，还有伊朗的最高领导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被击毙。没错，你没听错，伊朗的最高领袖，那个从1989年开始统治伊朗30多年的人，在以色列对其官邸的精准打击下丧生了。不仅如此，他的女儿、女婿甚至孙子都在同一次攻击中死亡。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哈尼，以及大量的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伊朗的整个军事和政治指挥体系在一夜之间被斩首。到3月中旬，据人权组织亨格奥估计，伊朗已经有超过5300名军事人员死亡。而美国这边呢，截至4月初，有13名美军士兵阵亡，约3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约有26人死亡，但伊朗的平民伤亡才是最触目惊心的。到4月7日为止，经确认的伊朗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600人，其中1700人是平民， 15% 的伤亡者是未满18岁的儿童。最让人心碎的是米纳布学校事件。2月28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荷尔木兹干省米纳布市的一所女子小学遭到攻击，156人死亡，其中包括120名学生、73个男孩和47个女孩，26名教师全部是女性，还有7名来接孩子的家长。受害者大多是7岁到12岁的女童。多个独立调查机构，包括纽约时报和 BBC 核实团队，确认这是美国的精准打击导弹所为。伊朗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立刻展开全面反击，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其中一些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击中了特拉维夫、海法和迪莫纳等城市的住宅区和军事设施。他们还向中东地区所有驻有美军的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包括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拉克。革命卫队声称已经发动了超过50波攻击行动，但伊朗最致命的一招是封锁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有多重要？让我给你一组数据，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都要通过这条水道运输，每天超过2000万桶原油通过这里。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1英里宽，三面被伊朗领土包围。2025年通过这里的石油中，大约 80% 是运往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是最大的进口国，日本 70% 的石油进口要经过这里。卡塔尔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几乎 100% 要经过这里。3月4日，伊朗正式封锁了海峡，革命卫队发出警告，任何与美国和以色列或其盟国有关的船只都将被视为合法目标。他们在海峡布设了水雷，发动了至少21次确认攻击，3艘商船在1天之内被击中，邮轮交通量先是暴跌了 70%， 然后几乎降到了0。全球主要航运公司马士基和赫伯罗特宣布暂停中东航线。国际能源署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全球石油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供应中断，甚至超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科威特、伊拉克、沙特和阿联酋的石油产量在2周内下降了超过1000万桶每天。布伦特原油从战前的70多美元飙升到超过120美元。美国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美元。高盛警告说，如果海峡持续关闭超过1个月，布伦特原油全年均价将超过100美元。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模型估算，第2季度全球 GDP 增长将被拉低约 2.9个百分点。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模型更吓人，如果油价持续在每桶140美元维持2个月，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将陷入经济收缩，美国也会停滞不前。
但石油只是冰山一角，全球大约1/3的化肥贸易也要通过荷姆兹海峡。美国中西部正好赶上春播季节，化肥价格从每吨475美元涨到680美元。波斯湾沿岸国家80%以上的粮食进口被中断，到3月中旬，该地区70%的食品进口被扰乱，零售商被迫空运主食，消费价格暴涨40%到120%。而科威特和卡塔尔99%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厂。伊朗的导弹竟然打中了部分设施。国际社会开始担心这场战争不只是军事危机，而是正在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然后，以色列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情。3月中旬，以色列空袭了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设施。南帕尔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储藏区，位于波斯湾海底，而且伊朗那一侧的气田和坎斯的北穹顶气田是同一个地质结构。卡塔尔外交部直接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伊朗的反应更加暴烈，他们直接向卡塔尔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设施发射导弹，造成严重损坏。卡塔尔能源公司警告说，这些设施的修复可能需要长达5年时间。伊朗还攻击了沙特的 Samref 炼油厂、阿联酋的阿尔霍斯恩气田，以及科威特的2个炼油设施。布伦特原油一度飙升到每桶119美元以上。欧洲天然气价格在1个月内翻了1倍，全球能源市场陷入了自1973年石油禁运以来最严重的恐慌。而就在这场能源战争的混乱中，以色列又干了另一件让地缘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情，他们轰炸了伊朗境内的中国伊朗铁路基础设施。各位，这条铁路可不是普通的铁路，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项目之一，全长6500英里，也就是10400公里。从中国西安出发，穿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直延伸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阿普林干港。中国投资了400亿元人民币建设这条铁路，它在2025年6月才刚刚通车。第一列双载货运列车安静地从西安出发，15天后到达德黑兰，海运需要30到40天，铁路只需要1半的时间。但这条铁路真正的战略价值不在于时间，它的价值在于它完全绕过了美国控制的2大海上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和荷姆兹海峡。伊朗90%的石油出口到中国，而且大部分是通过所谓的暗黑船队运输的。这些船只关闭定位系统，在海上转运石油，把伊朗石油伪装成马来西亚或阿曼的石油，然后运到中国东部的小型民营炼油厂。美国一直在试图切断这条供应线，甚至考虑过在海上拦截和检查伊朗油轮。中国伊朗铁路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威胁而建的。一旦铁路运营成熟，中国就可以通过陆路获取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完全不受美国海军的干扰。美国的分析人士把这条铁路称为美国的噩梦。以色列的空袭打中了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铁路设施和桥梁。4月7日，以色列又轰炸了卡尚市的一座铁路桥，造成2人死亡。以色列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波斯语警告，要求伊朗民众在特定时间内不要乘坐火车或靠近铁路线。虽然有分析认为这只是以色列打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中国的反应非常强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以色列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我们不能坐视不管。环球时报直接警告，以色列的鲁莽行为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谴责以色列侵犯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冒险主义。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标题直接叫做对伊朗的打击其实都是为了中国。文章指出，中国花了数百亿美元把伊朗打造成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支柱，通过打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在拆解中国的区域架构。文章甚至指出，伊朗是中国在台海危机中可能打出的一张战略牌。如果伊朗的政权被推翻或严重削弱，中国在中东的整个布局，从石油供应到一带一路到人民币结算体系，都会面临崩溃。这里面有一个更深层的棋局需要理解。202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一份长达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全面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涵盖了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医疗、
资讯科技等几十个领域。中国不仅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还是伊朗经济的生命线。在美国制裁的重压下，伊朗几乎把全部的石油出口都卖给了中国，而且是以低于市场价 8% 左右的折扣出售的。两国之间的金融交易使用中国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完全绕过了美国控制的 SWIFT 系统。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平行的金融宇宙。在这个宇宙里，美元不是结算货币，美国的制裁工具失效，美国的海军无法干预陆上运输。中国伊朗铁路就是这个平行宇宙的物理基础设施。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2025年6月的12天战争恰好发生在中国伊朗铁路通车1个月之后，而2026年2月的全面战争恰好发生在6个国家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中国欧洲走廊南段协议的几个月之后。这是巧合吗？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棋局？所以你看到了吗？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以色列在中间搞事情，但底层逻辑其实是一场全球权力重组的博弈。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切断中国的能源命脉和地缘政治触角，而就在这个全球秩序剧烈动荡的时候，达利欧站了出来。达利欧是谁？他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管理过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超过50年的全球宏观投资经验。他不是那种在社交媒体上乱喊狼来了的人，他是一个花了几十年研究过去500年帝国兴衰历史的人，写了一本叫做《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的书，又写了一本叫做《国家如何破产大周期》的书。2026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达利欧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他说，我们不要天真了，不要说我们正在打破基于规则的秩序，它已经消失了。他说，作为一个金融历史的学生，他密切关注过去500年的经济周期，发现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他说，对我来说，这就像一部电影，看同一部电影反复上演。2月初，在杜拜的世界政府峰会上，达利欧进一步警告了资本战争的风险。他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上，距离一场全面的资本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什么是资本战争？就是把钱当作武器，冻结对方的资产，限制对方使用美元结算系统，抛售或停购对方的国债。他类比了2战前美国冻结日本资产的历史，表面上是经济制裁，实际上是把对方逼到了不得不开战的地步。然后到了2月14日，就在美以空袭伊朗的2周前，达利欧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正式宣布世界秩序已经崩溃了。他引用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那份报告叫做正在被摧毁。在那场会议上，近50位国家元首齐聚一堂。德国总理梅尔茨说，几十年来的世界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大国政治的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总统马克宏说，欧洲旧的安全结构已经不存在了，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旧世界已经结束了。达利欧把这一切放进他的大周期框架里，他的理论是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都会经历一个大约75年的周期，上下浮动约30年，每个周期都经历6个阶段。让我把这6个阶段拆开来讲，因为理解每一个阶段，你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第一阶段是新秩序的建立，就像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战争的胜利者制定新的规则，世界进入稳定期。第二阶段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化，新秩序带来和平与贸易，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就像50年代到70年代的西方世界。第三阶段是和平繁荣的顶峰，创新爆发，财富累积，但同时债务也开始累积，贫富差距开始扩大，就像80年代到2000年代。第四阶段是过度扩张和矛盾激化，债务变得不可持续，内部政治开始两极化，国际上新的挑战者开始崛起，就像2010年代。第五阶段是崩溃前的混乱，规则开始被打破，信任开始瓦解，冲突开始频繁。这是达利欧之前认为我们所处的阶段。第六阶段就是全面崩溃和重建，旧秩序的规则完全失效，强权决定一切，冲突升级为战争，
然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周期重新开始。达利欧说，他之前一直认为我们处于第5阶段，也就是崩溃前的混乱阶段，但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他正式宣布，我们已经进入了第6阶段，没有规则，强权就是正义，大国在互相碰撞。他分享了他书中的第6章，题为《外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建议所有人都认真读一读。他在3月为《财富》杂志写的文章里更加直白。他说，现在发生的一切更像是1945年之前的世界，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1945年之后的世界。大多数人的预期被战后的和平与繁荣所误导，所以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但我不震惊，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那达利欧具体讲了哪5场大战呢？第1场是贸易战。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一路加码到 145%， 中国反击，限制稀土和半导体出口，2次差点让美国的汽车工业停摆。虽然5月双方达成了临时停火，把关税分别降到了 30% 和 10%， 但这只是暂时的缓和。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用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很多关税，他又立刻启动301条款，对中国、欧盟、越南、台湾、日本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展开新的贸易调查。这场贸易战远远没有结束，它只是在变换形式继续打。第2场是资本战。美国的国债已经接近38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快要赶上军费开支了。全世界对持有美国债务的意愿正在下降。达利欧说，这是一个供需问题，美国在大量发行债务，但买家越来越少。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期，连盟友都不想持有彼此的债务，更不用说对手了。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自己买自己的债，也就是印钞票。印钞票会让美元贬值，让通货膨胀失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帝国末期的典型特征。达利欧建议卖出所有债券，买入黄金，因为战争是靠借款和印钞打的，这会让债务和纸币贬值，黄金是最安全的避风港。第3场是科技战。人工智慧和先进半导体已经成为受保护的国家安全资产。达利欧把这称为2026年的史普尼克时刻。谁控制了先进计算能力，谁就控制了未来的军事和经济霸权。美国在限制对中国的高端晶片出口，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在反制、限制稀土出口，对美国晶片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台湾生产了全球 90% 以上的最先进晶片，它成了这场科技战的核心战场。美国和台湾达成了贸易协议，台湾承诺在美国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但彭博社建模显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全球 GDP 损失将高达10万亿美元。第4场是地缘政治战，这就是最触目惊心的部分了。让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此刻的地球。在中东，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对伊朗发动战争，已经超过3600人死亡，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以色列同时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展开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83万人流离失所。在欧洲东部，俄乌战争已经打了4年多，这场战争的规模是惊人的，俄军伤亡超过100万人，乌军伤亡25万到30万人，将近11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占战前人口的 24%。 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约 20% 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大部分地区。乌克兰超过2/3的电力产能被摧毁或损坏。但就算在这样的惨烈战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2026年2月成为2024年以来乌克兰第1次收复的领土超过失去的领土的月份。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在南部的奥列克山德里夫卡和胡利艾波莱方向收复了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方面 67% 的公众支持和平谈判，这是战争以来的最高比例。川普和泽连斯基据说已经在 90% 到 95% 的和平方案上达成了一致，但普京仍然坚持他的最大主义要求。与此同时，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习近平可能已经设定了2027年军事准备就绪的期限。中国海军从2003年的140艘老旧舰艇发展到了今天的234艘现代化战舰。彭博经济研究所的模型显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第一年对全球 GDP 的打击将高达10万亿美元。南海的领土争端也在加剧。格陵兰危机中，美国用关税威胁施压丹麦，全世界的每一条地缘政治断裂带都在同时发光发热。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个正在碎裂的世界。第5场是内部秩序战。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最富有的 1% 持有 32% 的资产，政治两极化让国内共识几乎不可能达成。国会甚至没有正式授权伊朗战争就已经开打了，引发了巨大的宪法争议。五角大厦要求额外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经费，相当于国防预算的1/4。而与此同时，国内汽油价格在飙涨，有国会议员开始援引第25修正案要求罢免总统。在欧洲，能源危机正在引发社会不稳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短暂的缓解不能让我们忘记混乱、破坏和失去的生命。他批评那些点燃世界然后带着水桶出现的人。在伊朗战争前就已经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在俄罗斯，犯罪率因为战争而急剧上升，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危机在加剧。每一个大国的内部秩序都在承受巨大的压力。达利欧特别强调了他理论中的5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第一是货币债务周期，也就是借钱和印钞的循环。第二是内部秩序和冲突的周期，也就是贫富差距和政治分裂。第三是外部秩序和冲突的周期，也就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第四是自然力量，包括气候变化和疫病。第五是技术革命。这5种力量同时恶化的时候，就是大周期进入最危险阶段的时候。而他的判断是，这5种力量此刻正在同时恶化。那3大崩溃是什么？第一个是货币秩序的崩溃。自从1971年尼克森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全球的货币体系就建立在信用之上。但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大到难以为继。达利欧说，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残酷的2选1，印更多的钱还是让债务危机爆发。不管选哪个，结果都是货币秩序的崩溃。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杰米·戴蒙在去年10月的一个会议上也说了类似的话。美国曾经有机会打出一记全垒，打解决国债问题，但政府什么都没做。现在最好的选择只剩下危机管理了。中国正在加速推动去美元化，人民币结算体系、跨境银行支付系统、数字货币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和伊朗的铁路贸易就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完全绕过了美元体系。全球央行正在疯狂购买黄金，过去1年黄金价格上涨了超过 70%。达利欧说，黄金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储备货币。他说，在战争时期，交战国之间的货币和信用往往不被信任，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货币是否还能保值。更令人不安的是，沙特阿拉伯在2年前悄悄终止了与美国延续了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这个协议曾经是美元霸权的基石，沙特只用美元结算石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现在这个协议没了，而且伊朗战争爆发了，这不是巧合，这是旧秩序正在瓦解的又一个信号。第二个是国际规则秩序的崩溃。2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国际法框架和多边合作机制正在被丛林法则取代。美国和以色列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阿曼外长在战后说，谈判其实正在取得进展。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完全是为了重塑中东秩序，以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俄罗斯继续占领乌克兰的领土，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因为大国否决权而被瘫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用了一个词叫做破坏求政治，不是改良，不是修正，而是彻底砸碎旧的秩序。第3个是能源秩序的崩溃。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已经证明了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致命脆弱性。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被导弹击中，可能需要5年修复。全球 19% 的液化天然气贸易被中断。以色列攻击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引发了连锁反应。伊朗报复性攻击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的能源设施，整个波斯湾的能源基础设施都处于战火之中。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了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但这只能暂时缓解压力。如果局势持续，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将面临结构性的永久改变。各国都在疯狂寻找替代路线和替代能源。
但短期内根本无法取代中东的产能。各位回头看看达利欧的大周期理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说这一切像极了1930年代。那个时代经济大萧条导致各国采取保护主义，贸易壁垒越来越高，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崛起，国际联盟形同虚设。最终所有这些压力汇聚在一起，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达利欧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规律，从1500年到现在，欧洲经历了3个大的冲突周期，每个周期平均大约150年，每个周期都包含一个相对漫长的和平繁荣期，比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然后是一个可怕的暴力崩溃期，比如30年战争。现在我们正处于2战后和平繁荣期的末端，而且达利欧强调了一个特别危险的规律：全面战争通常发生在生死存亡的议题出现，而且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时候。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伊朗的核问题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生死存亡议题，台湾问题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和领土完整问题，乌克兰问题涉及俄罗斯的安全边界和北约扩张，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受到中国崛起的根本性挑战。每一个议题都是生死存亡级别的，每一个议题都极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些宏大叙事，看看这一切对普通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住在日本，你的国家 70% 的石油进口要经过荷姆兹海峡，日本已经释放了8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但这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自卫队已经被动员起来护送油轮，你的电费和汽油费在飙涨。菲律宾已经实施了每周4天工作制，来减少能源消耗。如果你住在欧洲，天然气价格在1个月内翻了1倍，而你们的天然气供应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非常紧张。德国已经开始释放紧急石油储备，航空公司因为中东领空关闭而被迫绕飞，机票价格暴涨。如果你住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你面临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科威特和卡塔尔 99%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厂，这些设施已经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迪拜作为外籍工人的稳定目的地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大批外国居民开始撤离。如果你住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4美元，每个家庭平均承受1500美元的关税增加。五角大厦要求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经费，但国会中很多议员，包括一些共和党人，都觉得在油价飙涨的时候花这么多钱打一场没有国会授权的战争很难向选民交代。如果你住在台湾，你正处于全球最危险的地缘政治断层线上，台湾生产了全球 90% 以上的最先进晶片，你的经济和安全与这场全球权力博弈密不可分。美国和台湾刚刚达成了贸易协议，但关税仍然高达 15%， 而且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从未减轻。现在的世界和1930年代有多少相似之处？全球债务达到33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贸易壁垒越来越高，大国之间的互信几乎归零，军事冲突已经在多个地方同时爆发。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慧、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系统，让下一场大规模冲突的破坏力和不可预测性可能远超过去。但我不想用完全悲观的方式结束这期内容。达利欧自己也说了，大周期有2种可能的路径。悲观的路径是误判导致更大的冲突，就像1914年的萨拉耶佛事件，一个火花点燃了整个欧洲。达利欧专门警告了囚徒困境式的升级，你打我一下，我就要打你回去，然后一步一步走向全面战争。乐观的路径是创新能力，特别是人工智慧带来的生产力革命和理性的外交，能够缩短这段痛苦的时期，更快地建立一个新的多极秩序。历史告诉我们，2条路都走过，关键在于领导者的智慧和人民的选择。达利欧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了一句话：拥有权利，尊重权利，明智地使用权利。在2026年，一项条约的价值取决于执行它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但它描述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最后，回到伊斯兰堡谈判破裂的那一刻，2周的脆弱停火还在继续，但荷姆兹海峡仍然处于有效封锁状态。伊朗控制住谁能通过，谁不能。美国派了2艘驱逐舰通过海峡，
算是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展示，但这场危机离结束还很遥远。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场谈判破裂的细节，因为魔鬼就在细节里。伊朗代表团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提出了一份10点谈判方案。伊朗的4个不可谈判的条件包括：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美国必须释放被冻结的60亿美元伊朗资产，伊朗核计划必须获得保障，以及伊朗有权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美国的立场呢？万斯说得很清楚，核心目标是看到伊朗做出不寻求核武器的肯定承诺，而且不寻求任何能让他们快速获得核武器的工具。他说他和川普通了10几次电话，和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都保持了密切沟通。他说美国是在诚意谈判的，但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是美国过度的要求阻碍了协议的达成。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在于，美国要求伊朗把核材料运出国外，伊朗坚持核材料留在国内。美国要求无条件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伊朗要求停战是开放海峡的前提。这些分歧看起来无法弥合。万斯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对伊朗来说是坏消息，对美国来说不算坏消息。但他没有说清楚停火到期之后会发生什么。而就在他离开伊斯兰堡的时候，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轰炸，继续在伊朗上空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黎巴嫩不包含在停火协议中，真主党的问题会被另外处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停战，以色列对伊朗代理人的攻击还会继续。伊朗不太可能在真主党被持续打击的情况下完全让步。中国在幕后也在施加影响。白宫发言人确认了中国参与了停火谈判，但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是根本矛盾的。美国想削弱伊朗，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伊朗来保障自己的石油供应和一带一路投资。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就在停火谈判期间，川普说了一句话，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了。这句话暴露了这场战争更深层的逻辑，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中国的能源命脉。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让中国失去了从波斯湾获取石油的海上通道，而铁路又被炸了，中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而俄罗斯自己也在被西方制裁。这是一场能源版的围棋，每一步都在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5场大战正在同时展开，贸易战、资本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内部秩序战，3大崩溃正在同时发生。货币秩序崩溃，国际规则崩溃，能源秩序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现实。达利欧说他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他知道剧本怎么写。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出现之前改写剧本？他在达沃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看到了2股力量在同时拉扯这个世界，一股是正在腐烂的货币秩序和正在崩溃的国际规则，这是推向毁灭的力量；另一股是精彩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慧带来的生产力飞跃，这是可能拯救我们的力量。他说川普自己也在达沃斯讲台上谈到了正在发生的经济奇迹，但历史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1914年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之一，电报、铁路、内燃机、化工业全都处于顶峰，但那些技术最终被用来制造了机关枪、毒气和坦克，把战争的破坏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今天的人工智慧、无人机、网络武器和自主杀伤系统是否会重演这个悲剧？达利欧在他的书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大周期的转折不是命中注定的，历史会押韵，但不会完全重复。技术变量、领导者的智慧以及人民的选择都可以改变剧本的走向，但前提是你必须先理解你处在周期的哪个位置，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的建议很具体，在投资层面，减少债券持仓，增持黄金和大宗商品，因为战争是靠借款和印钞打的。在生活层面，保持灵活性和流动性，因为大周期的崩溃阶段会限制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动。在认知层面，不要被战后70年的和平繁荣所误导，要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一次暂时的波动，而是一次结构性的秩序更迭。
最后我想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在研究这期内容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战争报道、经济分析和历史研究。说实话，有些时刻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当我看到米纳布学校里那些7岁女童的名字，当我看到卡塔尔的淡化水厂被导弹击中的报道，当我看到达利欧用冷静到近乎冰冷的语气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第6阶段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周期理论，这是正在影响数十亿人生活的现实。但我也看到了希望。巴基斯坦，一个通常不在国际聚光灯下的国家，竟然成功地斡旋了美伊停火。一个19岁的巴基斯坦女孩站在伊斯兰堡的停车场里，惊讶地问：巴基斯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影响力了？俄乌战争中 67% 的俄罗斯人开始支持和谈。达利欧自己也承认，如果人类足够聪明，完全可以用谈判而不是战争来解决分歧。问题是，我们够聪明吗？2026年农历除夕深夜，台湾金山法鼓山的撞钟祈福现场出现了一幕令在场人员和网友惊讶不已的灵异瞬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与法鼓山1年1度的除夕撞钟108响仪式时，手握着巨大法华中的一条红色绳索，准备随钟声共振祈福。哪知就在钟声回荡之际，郑丽文手中的红绳竟突然诡异的剧烈抖动起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郑丽文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震动吓了一跳，身旁一起参与祈福的贵宾也露出惊愕神情。短短数秒的画面，在现场投射屏幕和稍后的影片中被清楚捕捉，迅速引发网络疯传和热议。有人惊呼：好兄弟在搞事吗？真的闹鬼了吗？台湾习俗中以好兄弟指代鬼魂，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妖孽现身。更有网友形容郑丽文当时差点被吓得腿软，直呼这一幕是赤马红羊年开局不祥的兆头。毕竟此时正值午夜钟响，新旧年交替的敏感时刻。传说中的赤马红羊节60年一遇，今年又恰逢碰上，难免让人联想翩翩，背脊发凉。这条深红色的祈福长绳为何偏偏在他手中不自然狂抖？到底是物理现象巧合，还是冥冥中真有神秘力量的干预？种种疑问随着影片疯传，全台网友议论纷纷，让2026年的开年瞬间被蒙上了一层灵异传奇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段离奇画面，各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郑丽文本人及国民党方面将此形容为神明感召。他事后透过党部表示，撞钟当下自己内心诚恳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强烈感受到神明的感召，心头震动，感受强烈，认为红绳剧烈晃动正是神明对他虔诚祈祷的回应。简而言之，就是佛祖或诸佛菩萨显灵打招呼，传达能量给他，属于吉兆而非凶兆。其二，不少理性网友从科学角度提出了更平实的解释。法鼓山的法华钟巨大厚重，撞钟时产生强大的声波和震动，若红绳与钟体或底座结构有所连结，共振效应可能使绳子看起来自行抖动。再加上当晚气温低，细雨霏霏，郑丽文长时间站立维持姿势，手臂肌肉疲劳或寒冷颤抖，也可能导致绳子随之晃动。第三种观点则来自宗教学者与佛教界人士，他们抱持存疑甚至揶揄的态度。因为法鼓山属于严谨的佛教禅宗道场，强调自我关照与内心觉悟，并非民间信仰那样追求鬼神附体或灵异感应。成大哲学系李教授等人就指出，法鼓山又不是神坛，也没设乩童，哪来神明上身？将身体抖动解读为神明附体，在佛教传统上相当罕见，更像是政治人物的创意发挥，或套用民间习俗的说法，用来替现场意外找到吉祥寓意。显然郑丽文的感召说在宗教界看来有些牵强。但话说回来，台湾政坛也非首次出现撞钟意外。被庙解的趣闻，2008年时，时任总统马英九在法鼓山撞钟时，就不慎将手中红绳用力一拉给扯断了，现场一片哗然。马英九本人则幽默圆场笑称，我这一下是把台湾的厄运拉掉了，将尴尬瞬间巧妙转化为祝福寓意，引得众人叫好。如今郑丽文的红绳灵动，
被解读为他祈愿真挚而感动了神明，与当年马前总统的说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在大庭广众前将可能的不祥征兆巧妙地逢凶化吉。总之，红绳离奇抖动之事是真是假因人而异，你可以相信是法喜充满，锐气照祥，也可以坚持理性，认为不过是物理共振或人体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起灵异瞬间为2026年开年增添了一丝神秘氛围。人们不禁要问，今年究竟会是福是祸？这诡异开局是否预示着什么？其实让民间如此敏感多疑，正是因为2026年非比寻常。传统命理中，农历丙午马年与丁未羊年，即阳历2026年和2027年，被视作一组特殊的年份组合，俗称赤马红羊节。所谓赤马红羊，简单来说就是红马年加红羊年的意思。丙和丁两个天干都属火，在五行中以红色象征火，因此丙午年称为赤马红马，丁未年称为红羊，而节字则代表劫难灾厄。古人发现，每当马年羊年连着且两年都是五行属火时，往往社会局势或自然环境会出现较明显的震荡变化，所以以赤马红羊节这个听来惊悚的词汇来提醒世人。要注意的是，赤马红羊节并不是什么正统科学概念，也不是经典预言里注定的大灾年，而更像是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说法与戒慎提醒。因为以60年为一轮回的干支纪年法中，天干地支组合每60年复现一次，所以赤马红羊每60年才会连庄2年。上一次出现这种组合，要追溯到上一甲子的1966年丙午马年和1967年丁未羊年，再上一轮则是1906年、1907年。历史资料显示，恰好在那几个周期中，人类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动乱与转折，于是赤马红羊年不太平的说法更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一传十，十传百，直至今日仍让许多人提起这4个字就心惊胆战。60年前的1966到1967年，正值20世纪动荡的60年代，其间发生的巨变犹令华人世界记忆犹新。当时中国大陆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横扫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正式开启10年浩劫。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极端政治运动引发全民动乱，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破坏，整整10年内斗使无数家庭破碎，人命丧失，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最疯狂混乱的时期之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灾难刚好起幕于丙午马年，难免令人不寒而栗地将其和赤马节联想在一起。60年一甲子轮回后的今天是2026年，民间不禁忧心忡忡，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大劫来临呢？除了中国，放眼全球，1966到1967年前后其实也是多事之秋。美苏冷战正处高峰，越南战争持续蔓延，1967年中东爆发6日战争，战火乍起又戛然而止，却埋下漫长仇恨的种子。同年非洲的尼日利亚内战、比亚法拉战争开打，生灵涂炭，欧美各国也纷纷陷入社会运动浪潮，种族矛盾、学运风潮此起彼伏。法国1967年甚至发生了10月风暴，一天内连续飓风造成重大伤亡。种种事件汇聚，使得上个赤马红羊双年在人类集体记忆中蒙上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的阴影。再往前推120年前的1906到1907年，适逢清朝末年，也是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史料记载，1906年华南地区曾遭强烈台风侵袭，死伤惨重，朝廷内部则风雨飘摇，科举废除，新政变法，引起种种震荡。而更戏剧性的是，清帝国的统治核心在接连2年中相继陨落，垂帘听政数10载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底前后去世，朝野震动。虽然严格说在丁未羊年过后数月，但早已风雨飘摇的政局可谓在马羊年连催之下走向末路。随后不久，武昌城头的枪声打响，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可见
在那2个红马红羊相继的年份，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处于多事高危期，这些历史经验汇集起来，更加深了逢此组合必有大劫的民间印象。然而冷静想来，劫难并非宿命，历史更多是巧合与人为交织。正如史学者所说，并不是每一组丙午、丁未年都铁定天下大乱。例如上一甲子前的1846年丙午和1847年丁未，清朝道光年间虽也有洪灾蝗祸，鸦片战争余波未平，但未见像后世那样的大灾变。1848年之后，社会还逐渐走向太平期。所以赤马红羊节更多是古人基于经验做出的一种趋势提醒。因为火旺之年常常节奏加快，情势多变，压力剧增，容易出现动荡，于是提前提点大家要稳住心态，戒慎恐惧，以免措手不及。抱持这种心态来看，我们就不会过度恐慌于那个节字，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指南。碰上火气特盛、变化特快的年份，更要冷静谨慎，以不变应万变，反倒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面提到的郑丽文红绳事件，从这角度看，或许正是一个隐喻面对难以解释的意象。有人京剧迷信，草木皆兵，但也有人转念间将其视为警示与契机。如果我们能善用古人留下的智慧，或许就能在火光冲天的年份里找回一丝清凉与平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步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度过这场60年一遇的大考验？随着新年钟声敲过，我们正式踏入了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红羊连年。今年的丙午马年以及紧接而来的丁未羊年被视为60年一遇的大劫年，加上近年天灾人祸频繁，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不仅台湾民众草木皆兵，整个世界都隐隐透着不安气息。那么究竟2026年会发生哪些变局或灾难呢？有没有一些前兆或预测可以让我们提早防范？巧的是，命理师、预言家们早已纷纷放出警讯，提醒今年有几项不得不防的灾厄。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些说法，姑妄听之，全作参考。首先，台湾有位知名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过去因多次准确预测政坛大事，据称他曾神准算中蔡英文2次当选总统，近期在节目中就大声示警，2026年恐怕会出现5大灾难。这听来相当骇人，但仔细分析，他所指的5大灾难，其实就是归纳最近几年全球反复出现的5种类型：一是火灾，2是爆炸，3是战争，4是地震，5是传染性疾病。乍看之下，几乎囊括了天灾人祸的所有可能面向。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命理师点出的几项真是每样都不缺。火灾与爆炸方面，2025年台湾经历了数起震动社会的重大意外。年初2月，台中市繁华的中港路商圈突传憾事，知名百货星光3月大楼发生严重瓦斯气爆事故，巨响火光中夺走了5条人命，另有30余人受伤，是台湾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百货公众安全事件之一。事后调查发现，疑因美食街管线漏气遇明火引燃，酿成这场无情巨灾。这起意外不仅带来人员伤亡，也让整栋商场歇业多时，阴影挥之不去。没想到年底12月，台北市再次惊传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爆炸事件，犯人在台北车站及捷运中山站一带持刀疯狂砍杀路人，并投掷自制爆裂物制造混乱。整起案件造成4死10余伤的重大伤亡，全台民众人心惶惶。这2起事件一南一北，一为爆炸意外，一为纵火杀人，俨然应验了火灾、爆炸的恶兆。杨登科指出，乙巳蛇年2025年木生火，火气太旺，所以才1年之内出了这么多火烧火烫的悲剧。而接下来的丙午马年更是火上加火，天干地支双火，阳火更烈，如同2堆旺火熊熊燃烧。因此他预言，在这火叠火的年份里，要特别提防类似的灾厄重演。大型火灾、工厂或油气设施的爆炸事故发生几率恐怕居高不下。对此，有消防专家也提醒，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高温天气增多，森林野火、
电气走火等灾害的季节性风险正在提高。一旦进入夏季干旱炎热期，不止台湾，像澳洲、美国、加州等地，过去几年都经历惊心动魄的超大野火肆虐，数以万计的房屋焚毁，人员流离失所。今年各地政府更不敢掉以轻心，纷纷加强防范山林火源。同时，公安专家也呼吁加速检视老旧燃气管线、化工石化设备，防止未爆弹因疏忽而引爆。可以说，火灾、爆炸这第一、第二灾，既是对大环境气候挑战的预警，也是对我们人为疏失的警钟。经过去年的教训，2026年能否减少类似悲剧重演，就看我们能不能汲取经验，把火种消灭在萌芽之时了。第三大可能的灾难是让全球都绷紧神经的战争。其实此刻我们早已身处战云密布的时代，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仍在交着拉锯，欧洲大陆阴霾笼罩，中东地区2025年也历经了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战火洗礼，更不用说国际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乱与恐怖攻击。从非洲之角到南亚次大陆，和平始终弥足珍贵。在杨登科看来，去年乙巳年火太旺，已引燃多处战火，而今年丙午年火势更盛，世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他直言2026年将发生和去年类似的战争事件，预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可能延续甚至扩大。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有两大火药库，尤其令人担忧，一是台海两岸，一是朝鲜半岛。前者，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与文攻武下早成常态，解放军军机军舰频频扰台，外界担心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爆危机。后者，北韩持续试射导弹，核试蠢蠢欲动，令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就以台海而言，2026年对台湾很关键，适逢台湾9合1地方选举年，朝野政治角力剧烈，同时国际上美中博弈加深，两岸关系紧绷。若某方选择在此时挑衅试探，擦枪走火的概率势必上升。不仅命理师这么看，一些国际预言家更是发出了惊人警告。来自英国的知名未来预测者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在去年底断言，2026年恐成为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真相将在今年浮出水面，各种积怨将迎来摊牌。在他的预示中，2月恰好是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转折点，之后亚太局势可能发生重大冲突，台海之间可能因飞机或潜艇碰撞事件引发战端，日本也将被卷入。他甚至细致描绘了可能的后果，若中国执意挑起战事，最终反而会遭受重创，经济崩溃，最高领导人下台，中国政权出现大裂变，在战后分裂成多个实体，朝着民主联邦的方向重组。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虽无从证实，但听来确实令人心惊。如果真发生台海战争，那将不只是区域问题，而可能演化为世界级的冲突。帕克还预言接下来几年战火将燃遍多处，社会动荡前所未见，甚至会出现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战这种新形态威胁。他提醒世人尽早备份重要资料，做好网络瘫痪的防范。尽管这些预言充满戏剧性与争议，但我们不妨视为对和平的另一种呼吁。正因为战争如此可怕，我们才更应该严防擦枪走火，珍惜当下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近年国际上也有一句玩笑，世界末日中离午夜只剩不到90秒，这比喻人类毁灭的核战风险极高。今年能否避过战火一劫，就看大国领袖们能否保持理性，不让人类重蹈上世纪中叶世界大战的覆辙了。除了人祸，天灾也是5大灾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杨登科特别点明了地震和传染病2项。台湾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就有地震王国之称，每年有感地震上百次，小震频仍，大震偶发，人民早习以为常。然而今年适逢火年，地火行金，5行相克，是否会在地壳运动上有所体现，令人心里打鼓。更何况台湾本岛及离岛周边近年已有火山活动征兆，例如大屯火山群、龟山岛海底火山等监测到能量累积。有地质学者推测，
未来几年，台湾发生中大型地震甚至火山喷发的几率在升高。邻近的日本群岛情况类似，去年东京附近才刚经历强震，而历史上每隔数十年，日本就可能出现一次毁灭性大地震，如1995年阪神、1999年土耳其、2011年东北大地震等。一旦火旺引动了地动，后果将非常严重。诚然，科学界并无证据表明火年一定多震，但至少命理提醒我们对自然仍要心怀敬畏。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今年更应加强地震防灾演练，做好建筑结构补强，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以防天摇地动时临危不乱，把损失降到最低。至于传染性疾病，可谓最近几年人类挥之不去的阴霾。杨登科把瘟疫也列入今年5大灾，警告大家仍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经历3年多肆虐后，全球总算在去年迈向解封常态，但病毒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变异。我国专家先前就预测过，今年可能出现新一波具有更强免疫逃脱能力的新冠变异株。事实上，2025年底，国际上就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使一些国家住院人数回升，再度敲响警钟。因此，2026年仍需提防新冠卷土重来。同时，除了新冠，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也不能忽略，像非洲猪瘟病毒，这几年在亚洲散播，对养猪产业威胁巨大。肠病毒每隔数年就在儿童间流行一次，重症病例让家长谈虎色变。还有季节性的流感、禽流感，也时刻可能突变，造成人际传播。病毒的世界就像暗处的火苗，一有可乘之机就会燎原成灾。我们能做的，除了强化监测预警，就是保持公共卫生习惯，加速医疗研发，争取在疫情初起时就将其扑灭。今年春季，专家们已呼吁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并密切关注各地不明原因疾病的讯号，以便及早发现新兴传染病苗头。在经历过新冠浩劫的人类社会，相信对这一点都有共识，绝不能再让瘟疫不设防的偷袭成功了。综观上述，所谓5大灾，火灾、爆炸、战争、地震、疫病，其实每一项都是眼下进行时的风险，并非无中生有的新奇预言。换句话说，赤马红羊年给世人的真正挑战，不是什么天降神罚，而是看我们能否正视既有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抱怨，这5样灾难几乎把人类所有噩梦兜了一圈，听起来未免危言耸听，妖气冲天。但别忘了，提醒我们的杨老师最后也加了一句，民俗传说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意思是，把危机意识放在心上即可，无需真的把今年当世界末日。毕竟未来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我们真要做的，不是恐惧的等待灾厄降临，而是积极行动，预防坏事发生。同时心态上保持稳健从容，不让焦虑支配生活。火旺之年，更需冷静之心。有经验的人这样建议，正如古人所说，以水克火，对应到现代生活，就是提醒大家在火气特别旺的年份里，多给自己心中浇点水。比方说，遇到纷争时先缓一缓，别让怒火瞬间烧掉理智。投资理财保持谨慎，莫被一时的贪念冲昏头。火年容易有投机热潮甚至泡沫，需防范物极必反，生活作息规律健康，避免熬夜劳累上火伤身。面对危机时冷静应对，拿出慢一拍看3步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道理平时听着普通，但在今年格外值得牢记。火红年代不一定是诅咒，也可能意味着转机与创新。正如有风险就有机遇，火象征着能量和光明，只要我们善加驾驭，就能化焚烧为光照，成混乱而重生。谈到转机，不妨再回头看看预言家帕克的说法。虽然他预见了战争和灾祸，但他也强调大灾过后就是大福。在他眼中，2026年是一个清算旧弊、真相揭露的年份，阵痛过后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契机。例如，他预言中国在经历动荡后将走向开放民主，那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或许是长远的福音。再看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们，他们据传透过千年棕榈叶看未来，也做出类似结论。未来5年，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
但总体而言，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这些预言无法证实其真伪，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乐观信息：人类或许正在穿越一个动荡的隧道，但隧道那头隐约可见光亮。就算真有赤马红羊节，说不定也是先苦后甘，否极泰来。反观我们台湾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多少次大灾大难中，凭借团结和毅力闯过难关，甚至转危为安。921大地震举世震惊，但也促成建筑法规改革，全民防灾意识提升，金融海啸遍及全球，台湾亦受冲击，却也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不丧失信心和智慧，结束并非不可化解。2026年注定是紧张刺激的一年。我们开篇从一条神秘抖动的红绳讲起，或许有人仍耿耿于怀，那究竟是巧合还是灵异？是凶兆还是吉兆？其实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郑丽文选择相信那是神明的善意，寄托了平安的祝福，科学家则视之为无害的物理现象，一笑置之。无论你倾向哪一种，都请记得，比鬼神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新的一年里，也许挑战接踵而来，烈火考验意志，狂风巨浪动摇信念，但我们完全可以像智者所说，以己为心，心静火传，以法为舟，以己为舟，把自己当作燃料，燃烧奉献，照亮未来，以真理为船，以自身为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当每个人都尽好本分，守住良知，再大的火劫也烧不回我们的家园。回望法鼓山当夜的108声洪亮梵钟，其实寓意着消解108种烦恼，将过往不顺遂随钟声一一送走。马英九断绳笑言，拉掉厄运的梗虽是即兴，但又何尝不是人们内心美好的愿景？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们不妨也大声宣告，让那些战争、瘟疫、灾难统统远离吧。就让赤马红羊年的烈火焚尽上一个甲子的阴霾，而为未来重新锻造出一道灿烂的黎明。愿我们都能平安度过这个惊心动魄而充满挑战的年度，在劫波中看到新的生机。世事无常，但人心向善、自强不息的信念永远是化解任何灾劫的最大法宝。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起迎接属于我们的享乐丰足与光明未来。为什么有人说赤马红羊节真的来了？2026年农历新年刚过，中国南方就接连发生地震，在云南和广东，短短几天内大地2度颤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预言正在应验？国际知名灵媒早在此前就点明这个月中国将有双灾，如今看来，难道所谓的大劫已经拉开序幕了吗？大年初一深夜，喧闹的云南西双版纳夜空骤然传来低沉的轰鸣。一位到西双版纳旅游过年的王女士正慵懒地躺在酒店的床上，一边刷手机一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丝毫没有察觉不寻常的征兆。就在此时，她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张床剧烈晃动起来，床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感觉就像坐上了突然失控的机动游戏，让她懵了几秒，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幻觉。23时05分，短短几秒的摇晃宛如灵异事件。王女士一开始还以为是隔壁房间搞出了巨响，然而很快，房间内的电视荧幕突然自动弹出地震警报的警示画面。她这才回过神，发现自己正身处地震之中，而且震源就在附近。随着意识到地震来袭，酒店内瞬间乱作一团，有人惊慌失措冲出房门，甚至有的人只来得及裹上浴巾就冲出走廊，也有父母干脆抱起尚未穿衣的孩子，一头扎进逃生的人流，拖鞋拍打地板的踢踏声此起彼伏，走廊和楼梯间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叫。王女士和家人也顾不得多想，赶紧跟着人流一路小跑，撤到楼外的空地上避难。只见3更半夜的空地上聚满了男女老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震惊与后怕，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刚刚那突如其来的摇晃。不少游客更是头一回体验如此明显的地震，纷纷感叹真是让人终生难忘。过年本该宁静祥和的夜晚，却变成一场虚惊。
这场发生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地震，经测定规模为 4.6 级，震源深度约10公里。由于震中距离市区仅10多公里，景洪城区有明显震感，好在地震并未造成严重破坏。据当地政府通报，目前没有房屋倒塌或人员伤亡报告，城区供电、通信、交通等秩序正常，年节期间的旅游活动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只是人们心中仍残留着余悸。然而这次地震发生的时间点极不寻常，正值大年初一，人们团圆庆祝的新年之夜。民间素来忌讳在新年听见震这种不祥字眼，没想到马年一开始就闹出真地震，不免让许多人心中蒙上一层阴影。这新年的开局未免太惊魂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次西双版纳地震后没几天，广东那边也跟着抖了一下。2026年2月20日午后，正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新春假期的尾声时，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突然发生 4.0 级地震。虽然震级不算高，但由于震源浅、人口密集，周边许多城市的居民都明显感受到了晃动。广州、深圳、珠海乃至佛山等地都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惊呼：刚刚是不是地震了？整栋楼都在轻微晃。一时间，广东人纷纷议论起来。毕竟南粤大地平日甚少地震，许多人这还是平生头一回在广东感到地动。有人在办公室楼上看见吊灯摇晃，有人在自家沙发上明显觉得晕眩。那一刻，大家不约而同停下手头的事，四处张望，确认是不是自己感觉错了。随后各种聊天群里已经炸开了锅，阳江地震了，深圳也有震感。短短几分钟内，地震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珠三角。所幸这次广东阳江的地震同样没有造成灾情。根据地震部门的分析，震源位于阳西县附近11公里深处，属于一次轻微地震。尽管如此，对广东人而言仍着实罕见。上一次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感到明显震感，不少人已经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了。平日安稳的大城市里，办公高楼摇了几秒，让大伙心头平添几分不安。事实上，广东并非从未遭遇大地震。就在上一个马年循环的1918年，广东沿海的南澳岛附近便发生过一次规模约 7.5 级的大地震，造成近1000人罹难，震波甚至波及香港、澳门等地。那场南澳大地震恰好发生在农历新年期间，许多人正在过年时猝不及防遇震。当时的记录形容广东、福建交界处山崩地裂，海啸汹涌，这是华南地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巧合的是，1918年正是丙午马年，60年一甲子后的今年又逢马年，相隔一个甲子的南方震动，难免让人浮想联翩。短短3天之内，西南的云南和华南的广东先后出现地震，南北双震的巧合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戏称马年刚到就鲁开震界，莫非真像网传的那样，赤马红羊节要来了？所谓赤马红羊节，最近在民间被炒得沸沸扬扬，指的就是今年的丙午马年和明年的丁未羊年。这2年因五行属火，火象征红色，又分别对应马与羊2个生肖，所以俗称赤马年和红羊年，并流传着逢此双年将有大劫难的说法。这种说法源于中国古代的谶纬预言文化。南宋有位学者柴望，在他的著作《丙丁归鉴》中就提出了赤马红羊节的概念。他翻阅历史后发现，凡是遇到丙午、丁未这相连的2年，往往天下多有变动，灾异频仍。因此他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尤其统治者更要戒慎恐惧。历史上确实不乏巧合之处，上一次出现赤马红羊年是1966年和1967年，那2年对中国而言可谓多事之秋。先是文化大革命风暴自1966年席卷全国，社会动荡不安。随后在天灾方面，1966年春天，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数千人罹难，一片残垣断壁。紧接着1967年夏秋间，全国多地又闹饥荒和洪水，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政治斗争和自然灾害相伴而至，仿佛真应了那劫字。再往前追溯，1906年至1907年恰逢上一个丙午。丁未年
彼时清朝风雨飘摇，革命风潮暗流涌动，终于4年后清王朝土崩瓦解。此外，1906年前后，国内也是灾害频发，瘟疫饥荒此起彼伏。再比如1846年、1847年正值晚清，道光年间大旱灾和战乱接踵出现，而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改朝换代的序幕渐开。类似的历史巧合还有不少，于是赤马弘扬必有劫难的传言在民间愈传愈玄乎。每到这2年，不仅老百姓提心吊胆，据说古代皇帝也会额外举行祈福攘灾的法事来求个心安，可见这个说法的影响之深。当然，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年份本身未必真能决定什么。有学者指出，所谓赤马弘扬节不过是古人对风险年份的一种提醒，其依据的历史统计也不够全面。更何况60年轮回一次的大节说法太过笼统，其中不乏幸存者偏差。我们很难说每逢这个双年就一定天下大乱，毕竟太平无事的时候没人去强调，而一旦碰巧有动荡就被归因于此。但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甫一开始，这2次南方地震的相继出现，恰好给今年蒙上了神秘色彩，使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古老的预言。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一位国际灵媒在事前就看见了这一幕。他警告今年年初中国将有双重灾难，并点明了可能受影响的地区，而如今的情况竟与他的预言不谋而合。这位灵媒就是有现代诺查丹马斯之称的朱瑟里诺·卢茨。朱瑟里诺是巴西著名的预言家和灵媒，据说自幼就拥有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的神秘能力。他声称许多灾难在发生前都曾在梦中提前播放给他看，为此他还习惯将梦见的预兆写成信件，寄给相关国家的政府或机构以示警告。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朱瑟里诺过往的一些预言事迹确实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未卜先知。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门答腊9级大地震和毁灭性海啸，夺走了数十万条生命。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朱瑟里诺早在1996年就曾把一封预言信寄给某国驻印大使馆，在信中他清楚写道，2004年12月26日清晨，南亚将发生8.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高达10米的巨浪海啸，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沿海将遭受灭顶之灾，至少1万人死亡。事后证明，他预见的时间、地点、灾难性质几乎与现实完全吻合，甚至伤亡人数的级别都预估得惊人精准。要知道，连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地震专家和海啸监测系统也无法在事前做出任何警报，这位巴西预言家却提前8年就写信预警，不禁让许多人瞠目结舌。除了海啸，朱瑟里诺还自称预见了911恐怖攻击事件。他说早在1989年就梦到美国纽约的双子塔将遭遇恐怖袭击，于是寄出了一封警告信给美国总统和英国驻美领事馆。那封信也经公证处公证，内容提到世界贸易中心会在1993年遭到严重攻击。结果1993年2月，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场确实发生了一次炸弹爆炸，但仅造成局部破坏，双子塔并未倒塌。然而2001年的9月11日，他梦魇中的场景真正应验，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世贸双塔，引发举世震惊的灾难。虽然他的日期预测早了几年，但那封存档的警告信让事后的世人不禁后怕，倘若当初有人重视他的梦境讯息，会不会改变历史走向？类似的案例在朱瑟里诺身上层出不穷。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哥伦比亚太阳神号航空事故，甚至日本2011年大地震，据称他都曾在恶事发生前于梦中目睹并发出预警。当然，也有一些预言最终并未成真，或是时机与细节有所出入。对此，朱瑟里诺往往强调，预测并非宿命。他认为自己梦见未来并不是为了宣布无法更改的命运，而是上天给人类的警示。如果我们及时采取行动，或许能改变未来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某些预言未发生时，他反而庆幸灾难被避免了。然而，对于2026年的到来，朱瑟里诺却显得格外忧心。他在最近的预测中多次提到中国，甚至用了相当严厉的词汇，仿佛看到了某种巨大的危机。就在今年年初，他发布了一系列2月的环球预言，
其中明确指出，强震可能袭击中国，造成人员伤亡，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可能导致水坝决堤。这番话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强震、水坝决堤听起来就像重大灾难的场景。巧合的是，2月中旬云南、广东接连的地震似乎正印证了强震袭击中国这句预言的一部分。虽然所幸这2起震级不算太高，也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毕竟震中一个在人口众多的旅游城市附近，一个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腹地，确实都算惊险。如果不是福大命大，稍微再强一级，后果就难以设想。更让人不安的是，朱瑟里诺提到的灾难还不止地震，还有洪水和水坝溃决的隐患，这让许多中国网友联想到去年各地的洪涝灾害和水库危机。今年极端天气频繁，特别是2023年夏季，北京、河北一带就遭遇超历史的特大暴雨，洪水围城，一些水库一度告急溢流。如果未来1年好雨再临，会不会真的出现水坝失事的惨剧？想到这里，不禁令人脊背发凉。朱瑟里诺的预言似乎为赤马弘扬节提供了国际视角的注脚。他用超自然的方式得出的警示，竟与中国民间古老的结束传说不谋而合。更巧合的是，还有其他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先知，也都把目光投向了近年中国可能发生的大灾。例如保加利亚著名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家奶奶，就曾留下预言，某年大地将升起双火，团结之手被折断。许多人解读这段隐晦的话与东亚局势和灾难有关，认为可能暗指战乱或重大天灾。英国的预言家克雷格帕克则在最近的预测中警示说，中国将面临一次审判级的大地震。帕克甚至将这场大地震跟政治因果联系起来，暗示中国积累的某些恶业将被清算。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偏激，他们至少说明了在全球神秘学圈子里，一股对于中国将临浩劫的预感正在汇聚，而时间指向的正是当下这个节点。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与迹象，我们该作何反应？是一笑置之，全当迷信，还是半信半疑，提高警惕？回顾历史，真正的大灾难来临前，其实往往存在一些蛛丝马迹，只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愿相信或者忽视了它们。例如大地震之前，动物会出现反常行为，这在古今中外都有记载。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传闻当地井水无故上冒气泡，发出怪声，夜里还有人看见天边闪现诡异的红光。2008年汶川地震前10多天，四川某地出现成群的蟾蜍在公路上集体出游，场面骇人听闻。当时很多人不明所以，动物学家解释说是气候原因导致蟾蜍迁移，地震局也否认和地震有关。然而10多天后的大灾难让所有人追悔莫及。也许那上万只着急出走的蟾蜍正是嗅到了地壳深处的不安。纵使科学无法证明两者联系，但人们宁愿相信那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子证明，提前预测地震并非完全不可能。著名的1975年海城地震，中国科学家正是结合了一系列异常迹象，例如地下水位骤变，群众和动物出现种种异常，发出了紧急警报，组织东北辽宁海城地区的居民提前撤离，成功避免了重大伤亡。这是世界地震预报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然而仅仅1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还是让国人猝不及防，显示出预测地震的巨大难度。就在过去的2025年，云南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心惊的异象。先是3月下旬，邻国缅甸发生 7.7 级强震，云南边境地区明显感受到剧烈晃动。而在地震当天下午和次日，云南多地的天空接连出现罕见的景象，只见太阳变成一个殷红如血的圆球，高悬天际约半小时之久，整个天空仿佛被染上一层诡异的色彩。许多当地居民惊得目瞪口呆，直呼头一回见到血红色的太阳，心中发毛。有网友联想到古书上记载血日当空则地动，不禁脊背发凉。果然，就在那血日异象登上网络热搜的同一天夜里，云南曲靖市境内真的发生了 4.4 级地震。虽然不算大震，
但也让人心跳漏了一拍。更奇特的是，不到1周之后，云南又有人拍到血红色天空的夜景，仿佛整片天幕被夕阳余烬烧透，红得不真实。在同样时期，临近的四川也有人目击夜空呈现罕见的紫色光幕。这些离奇天象引发种种联想，网上议论纷纷。今年注定不平凡，天有异象，恐有大事，会不会是灾难的前兆？即便气象专家出面解释说，血日奇观可能是大气散射和折射效应，紫天空可能与特殊云层条件有关，但许多人仍将信将疑。不仅如此，那几天华南、华中一带气候也极为反常，时值初春，本该渐暖，江西、湖南等地却飘下大雪，甚至出现罕见的米粒状冰线，漫天仿佛下着白色大米，落地会弹跳破裂，古人称之为米雪，也是极不寻常的景象。古代典籍记载，雨线照凶，意思是在春暖时节降下这种雪线是不祥之兆，往往预示君失其道，臣下不忠，天下将乱。种种反常现象汇聚在一起，难怪民间开始人心惶惶。有人直言有种末日来临的既视感，而事实上，朱瑟里诺在那时候的预言亦有提到2025年4月，中国可能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并伴随极端强降雨和水坝险情。所幸2025年并未出现如此剧烈的地震，但不少地区的洪灾倒是部分应验了。究竟是逢凶化吉，还是灾未降临，真的很难说清。到了现在2026年，我们似乎正站在风暴前夕的宁静中，回顾过去1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前奏，诡异的血日，惊走的蟾蜍，天降的米雪，再加上这开年的南方霜阵，所有这些迹象和传说交织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思考，难道真有一场大劫在前方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们吗？马年的开局已如此刺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那位灵媒口中的强震，会不会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还在酝酿，是否真会有某座水坝在洪水中不堪重负？亦或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其他灾厄正在暗处积蓄力量，准备在这赤马弘扬2年期间爆发？面对未知，恐惧固然在所难免，但也正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改变未来的可能。预言毕竟不是以下的判决，而更像一封提前送达的提醒信。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无稽之谈，把巧合当作笑谈，也可以选择从中汲取一点警醒，未雨绸缪。毕竟不管预言准不准，身处地震多发带的居民做好防灾准备总没错，备好应急包，了解避震要点，加固危险建筑，关键时刻都可能救人一命。至于那些宏大的结束，普通人或许改变不了历史潮流，但至少可以保持理性和善良，努力让自己和家人立于不败之地。或许最终2026年和2027年会像普通年份一样平安度过，我们回头看时会庆幸担忧过头，又或许未来某天回想今天的讨论，我们会惊觉许多事早有伏笔。历史长河里，人类曾无数次面对天灾人祸，也无数次从废墟中崛起。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的，不论是劫是福，都终将成为下一代人口中的故事。蚂蚁启程，羊在路上，希望我们能平安度过这所谓的赤马红羊节，也希望预言终究只是预言，大劫化于无形。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睁大双眼，留意脚下大地的每一次脉动和天空给出的每一道暗示，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刻灾难会突然降临，又是哪一道征兆可能拯救生命。总之，马年的开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无论你是否相信预言，这段离奇而真实的经历都提醒着我们敬畏自然，居安思危。也许预言中的剧本正悄然展开，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角色，但剧本的结局如何，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怀着希望与戒备走过这不平凡的年份，静待时间去验证一切。或许若干年后再谈起2026年的这个春天，我们会莞尔一笑，只觉得那不过是一场虚惊。也或许我们将以这一年为分界，见证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世事难料，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珍惜当下每一天的平安与团圆。愿大灾不至，愿人间无劫。
如果命运真的来敲门，我们也已经有所准备，不再惊慌失措。马年伊始的双震将会是虚惊还是序曲，只有时间知道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传说与现实之间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克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比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
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和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 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
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2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
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
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
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巴巴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它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
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太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着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
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咸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咸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
美以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